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签了吧？等一下，我再看一眼。就是我给你发的那份。我知道，我再核一下。为什么不等我？大家不知道你要来，你既不是当事人，又不是当事人的律师，为什么要等你呢？他也不是当事人，他也不是当事人律师，他为什么在这儿？何才老师，本来蓉蓉的合同应该给你看的，但是我们突然遇到了你父亲离世。在我的家庭教育中，生死都是小事儿，只有工作才是唯一的天大的事儿。哎，这是一份不应该被签署的协议。蓉蓉，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份离婚协议，我已经给你们起草好了。啊？我们出来说两句。不，有话在这儿说。何在，我知道你父亲的去世对你打击很大。我们正在说专业的问题，不要谈跟专业以外的事儿。蓉蓉现在是孕妇，她需要照顾。我们国家法律规定，妇女在怀孕期间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。但是孕妇她本人可以提出。我的意思是，国家之所以规定男人不可以在妻子怀孕期间提出离婚，是对妇女的保护。但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生活，不是保护。这种男人怎么了啊？一个男人看见自己的亲生骨肉遇到困难了，袖手旁观就是个好男人啊？你跟季玉已经离婚了，他是小安的爸爸，他给你的钱是从他现任妻子这儿偷的。哎，你说的不对，偷在法律上叫盗窃，盗窃罪构成的要件之一是他人的财产。蓉蓉和季玉是合法夫妻，季玉有权支配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，所以不能叫偷。季玉，你如果不介意，我可以看一眼你的离婚协议，至少你们共同财产中有一半是属于你的，不管这个钱是谁挣来的。你们男人现在都这么渣了吗？哎，他在跟你谈法律，不能因为法律条文不利于你，你就说对方是人渣。你们是干嘛来了？这是和解还是来吵架来了？啊，大律师们。我觉得罗琦说的有道理。我们大家首先应该先冷静下来，不要感情用事。婚姻不易，不要动不动就离婚。离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。我希望今天在这个屋子里的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所有人，不管最终做出了一个什么决定，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，我们都不后悔，不遗憾。所以现在，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，我们先来确认几件事实，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来确认一下，可以吗？好。第一件事情，季玉给了罗琦一笔钱，是为了帮助罗琦母女渡过难关。无争议。第二件事情，蓉蓉起诉罗琦，让罗琦归还季玉这笔钱，因为他认为这笔钱是他跟季玉的共同财产，而季玉怎么支配这笔钱，应该得到他的同意。无争议。第三件事情，罗琦因此起诉季玉，剥夺了季玉对孩子的探望权。事实无争议，
但是做法欠妥。那怎样才算正确呢？您示范一下。我前夫的现任妻子在法院告我，我呢每个星期还要带我的孩子去见他，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啊？再说了，孩子会不会问爸爸，这个在法院告我妈妈的女人是谁呀？这个阿姨为什么要跟我爸爸结婚在一起啊？那到时候让他爸怎么回答呀？所以我的建议啊，就是你们先办好离婚手续啊，只要你们两个离婚了，这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啊。以后你们自己赚的钱自己花，有困难都自己解决。如果有困难愿意帮忙，那算情分；如果不帮，那也不用勉强。何塞，你给出的这个建议，别人不说，蓉蓉都会恨你的。为什么？你看她，你真的以为她哭成这样是因为钱吗？是因为她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，她还爱着他。王丽姐，请你们先到我的办公室去稍等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好吧。兰兰、何塞，请你们二位也先离开一下，可以吗？我不能让我的当事人留在这儿。我也不能走。那可以跟你换一下位子吗？是。季玉瞒着你，给了他前妻一笔钱，是他做的不对。他应该提前告诉你的。他如果提前告诉了蓉蓉，蓉蓉不答应，那么这个钱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啊？难道你是怕我反对，才不跟我说的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他不是不考虑你的感受，是因为他不想变成自己曾经憎恨的那种人。蓉蓉，我猜季玉一定没有告诉过你他跟他父亲的事情，对吧？季玉，你应该告诉他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季玉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。在他上小学的时候，他需要交学费、交学杂费，他的母亲都让他去跟他父亲要。可结果呢？他的父亲一直在推三阻四。行了，罗敏，行了，好了好了。蓉蓉，我就是不想小安变成当年的我，我不想他鄙视我、恨我，像我恨我父亲一样恨我，我不想他这样。就算后来我知道我父亲当时有难处，又怎么样？所以，我只是在很努力地尽一个父亲的责任，我想做一个好父亲，别的我什么都没想。如果蓉蓉我真伤害你了，我真心的跟你说对不起，好，对不起，原谅我。谢谢。那你负责让蓉蓉撤诉，那你负责让罗琦撤诉。一言为定。哎，那笔钱怎么办？你既然帮蓉蓉看协议，那你也应该看过那份保密协议吧？我看了，但是我坚决反对由你来付钱付给蓉蓉，没有这么解决问题的，这样违反了我的原则。罗琦不是外人，她是我姐，我们手足情深，那也不行。你就这么想，就当是罗琦跟我开口了，我给了他一笔赞助款。我不同意你们这样解决问题。
亲兄弟都要明算账，亲人之间就应该学会算账。不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想让罗琦拿出这笔钱，这是不现实的，他没有。我有说过让罗琦还钱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蓉蓉已经商量过了，蓉蓉说不要这个钱了。这对蓉蓉不公平。我觉得这一笔钱应该算作投资款。投资？如果房子将来卖了的话，后增值部分应该按照投资比例，季玉和蓉蓉都有份儿。那如果这房子不卖，他们一直都住在里边呢？如果不卖的话，那就算作蓉蓉和季玉给小安的抚养费。那等小安长大了以后，也有义务赡养他的亲爹和他的后妈。有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我也没问题。我去打印新的合同，你们俩各自说服各自那边的。